前几天某平台的一条广告遭到广大网友的吐槽，所谓的内容传递的消费观清奇无比。大致内容是一位男子带母亲乘坐飞机，因母亲身体不适，男子希望空乘帮他换座位或者开窗，遭到了前座的鄙视。后面一大哥看不过去，说升舱的钱我来出，然后很自然地拿过该男子的手机，一顿操作借了15万。怕男子担心，还很贴心地说万元日薪最低1.9元，还没有一瓶水贵。这是什么逻辑？不是说好的这钱你来出吗？怎么还让我背上了负债？这事如果发生在现实中，这位好心的大哥可能会挨打的吧。话说回来，鼓励借贷本身就存在问题，更何况万元日息1.9元，年利率6.9%也是很高的好吧。之前另一平台因为一条借钱给女儿过生日的广告遭到网友的吐槽，想不到这个更过分。作为国内电商的两大巨头，给广大消费者灌输扭曲的消费观真的合适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类鼓励超前消费的广告不断的轰炸和洗脑，什么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生活不能没有仪式感，不管钱是自己的还是借来的，只有消费了，我们才是优雅的小资，快乐的小布尔乔亚。不借钱就过得不精致，活得很乏味。久而久之，我们的心理防线慢慢被攻破，会觉得这类现象没有什么问题，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反观我们生活中，这种超前消费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月薪3500，花呗月支出15000，大有人在。姓何的一个朋友，因为认识很久，所以对彼此收入、家庭这些都有所了解。但如果只看他的朋友圈，我都怀疑他是隐形的富豪。每天下午必须来一杯星巴克或者手做蛋糕，衣服竟然会穿设计款，化妆品用什么海蓝之谜，这个咱也不懂，只知道很贵。租的房子里还有各种高档小家电，戴森吸尘器和吹风机自然是少不了的。有次聊天，我实在忍不住就问他，你每天这么精致是怎么支撑的呢？他倒轻描淡写，信用卡花呗不都有钱吗？每天上班这么辛苦，当然要对自己好点。这让我想到之前排队抢星巴克猫爪杯和潮牌联名款 T 恤的事情，据说还有因此而大打出手的。因为不了解也不理解，所以不敢妄加评论，但至少我知道他们赢得了朋友圈的精致，也失掉了现实中的体面。从心理学角度，这种现象不难理解，比如限量的噱头会触发人们稀缺性冲动和损失厌恶，比如看到别人都在买就被激活的从众心理，再比如买到之后会让人们感觉对生活重获控制感，买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得到之后心理上的快感。这些原因都会让我们控制不住自己，比起账单上体感不强的数字，朋友圈的点赞和别人羡慕的眼神才是真的香。这也就造成了很多年轻人朋友圈和现实的双面人生，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假精致的外表掩盖不了背后的一地鸡毛。面对信用卡的高额透支，谁也无法帮他们买单。你可以说每个人追求不一样，也可以说活在当下，我只能说这是马爸爸们最愿意听到的理由。他们不在乎你的收入有多低，不在乎你的信用卡会不会逾期，只在乎你有多大的购买力。这可能也是马云从原来我们奋斗的目标变成现在众矢之的的原因之一吧。所以如果家庭实力允许，这种情况无可厚非，但一味的透支未来的生活来满足眼前的苟且，实在不应提倡。而且从下面的数据来看，这种现象已经比较严重了。央视发布的2019年第一季度支付系统运行总体情况数据显示，逾期半年的信用卡欠款总额高达799.43亿元，90年代后的平均债务已经达到月收入的18.5倍。如果按平均工资为6917元，则平均债务可能高达127900元。而根据蚂蚁金服和富达国际发布的2018年中国养老金前景调查报告，18到34岁年轻人的平均每月储蓄只有1339元。数据不会骗人，负债不会骗人，我们正一点点被假精致绑架，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你不还可能要付出更严重的代价。之前有一则新闻，珠海市一名27岁妇女在家里烧木炭自杀身亡，她的月薪为3000元，但她拥有14张信用卡和超过80万的债务。随着校园贷的事件浮出水面，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已经在学生中蔓延开来。2018年1月，有媒体爆出，一位在校大学生在某平台借款3笔，总额28000元，但是到期时需要偿还高达6万元。因无力偿还，该学生不得已退学，甚至一度轻生。更有一些学生为了借到钱，不惜被拍果照裸贷，而他们裸贷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买一瓶面霜。我们透支明天的额度来满足今天的虚荣，真的可以带来精致的生活吗？消费水平高能否跟精致画上等号呢？星河觉得答案并非如此。有学者指出，文化比收入更能体现阶层的差异。我们对社交、尊严、自我实现的需求，归根结底是对阶层文化的需求，这或许比收入水平、消费能力更为重要。被假精致掏空自己，祸及家庭，透支未来，事实上是对身份、阶层的刻板印象，是对消费的错误认知。
前段时间，吴昕在一个《你为什么如此美丽》的综艺节目中，去重塑一位不懂化妆的女医生。这个女孩今年34岁，在德国学习了7、8年，神经信息学博士学位。至于化妆，女医生一点都不懂。当吴昕问到 BB 霜和气垫时，女医生竟然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更严重的是，在这位女医生34年的生命中，甚至没有口红。吴昕感到震惊，当他看到女医生的家里更是无比简单时，忍不住脱口而出：这是一个女孩的家吗？要知道吴昕的精致可是众所周知的，二者的反差正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这位女医生确实不像吴昕可以清楚地区分各种口红、气垫和 BB 霜，但是她研究的神经信息学也是吴昕无法理解的高级领域。一天之内可以打扮成吴昕，但是一天之内无法成为一名女医生。小伙伴们可能会说，女医生和吴昕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决定了彼此的差异，而不是因为消费观念的不同。但就我所了解的一些富人，他们的收入水平自然是极高的，那他们的消费观念是如何的呢？娃哈哈宗庆后一年消费不超过5万，吉利李书福很少穿500元以上的衣服，格力董明珠一条裙子700元会穿好几年，而且化妆品很少，每天打扮自己不超过5分钟。我们原以为富人会更懂得如何精致，因为他们有时间有金钱，但他们心里的精致可能真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银河曾说过，精致的生活首先是清醒的，不是懵懂的，即首先要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而不是脱离自身，其次是平和的，而不是不安的，再次是快乐的，而不是痛苦的。所以这就很好地揭开了假精致的伪装。那些不断用奢侈品粉饰自己的人，活在了朋友圈和别人的看法里，这就是脱离自身的，而且也充满了不安和痛苦。其实在假精致泛滥的现象背后，有一个不同的声音也越来越受关注。15万人正在豆瓣讨论消费降级这个话题。他们认识到，年轻人正在被各种纷乱复杂的价值符号、各种刺激消费的营销广告所包围，同时提倡更加理性和审慎的消费方式，用物质上的精简换取精神上的充实。我想，可能并不存在什么消费降级，而是他们找到了一种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所传递的价值观才是更值得鼓励的吧。小伙伴们觉得呢？你们会选择哪种生活方式呢？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最近一段时间，我会在上下班的地铁里观察一个现象，基本人人都低着头看手机，刷抖音的、看综艺的、玩游戏的或者微信聊天的。我们的碎片化时间完全被这些夺走了，而且还是我们拱手相让、心甘情愿的。在这个信息冗余的时代，我们获取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但小伙伴们是否想过，这些即时满足式的消息是否有价值？我们又为什么愿意在这些上面耗费时间？金河之前的一期视频中提到过，抖音为什么容易上瘾，那些机制在这里同样适用。而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是，这些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海量信息每天填鸭式的灌输给我们，看完之后带来短暂的快乐和放松，但几分钟之后，我们甚至想不起刚刚看的内容，它们仿佛只在我们的脑海里停留了几分钟，甚至没有停留。我们不需要去思考这些信息及其背后的东西，是的，不需要思考。1995年9月，美国旧金山举行过一次会议，集合了全球500多位政治、经济精英，包括撒切尔、老布什、各大顶尖企业的董事长等等。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应对全球化。与会者一致认为，全球化会加剧贫富差距，全球20%的人会掌握越来越多的资源，而另外80%的人则只能被边缘化。但这80%的人不会安于现状，凭什么他们吃肉，我们喝汤，甚至连汤都喝不到？这就会诱发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那么如何化解这80%的人和20%精英之间的冲突，消除这80%人口的多余精力和不满情绪呢？当时的美国高级智囊布尔津斯基认为，给这80%的人塞上一个奶嘴，让他们安于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娱乐信息中，慢慢丧失热情、斗争欲望和思考能力。他说，公众们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失去自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最终他们会期望媒体为他们进行思考并做出判断，这就是著名的奶头乐战略。奶头乐战略具体是什么呢？一是发展发泄性产业，包括色情业、赌博业、暴力型影视、游戏，大量报道甚至刻意制造网络口水战、纠纷冲突等等，让大众将多余的精力发泄出来。二是发展满足性产业，无关痛痒的琐碎杂事、娱乐圈新闻、明星八卦、家长里短，发展廉价品牌、各种促销类活动以及泡沫剧、综艺等大众娱乐化产业，让大众沉溺于享乐和安逸中。
丧失上进心和深度思考的能力。通俗来讲，就是让广大边缘化的人有吃有喝有工作，生活稳定安逸，偶尔来点消遣，便会沉浸在快乐之中，无心挑战现有的统治阶级。20多年过去了，我不清楚奶头乐战略是否得到了实施，甚至有些怀疑这个战略的真实性，因为它看上去真的细思极恐。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观察开头的那个现象，好像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把每一个人的碎片化时间安排得明明白白。奶头乐中的2种产业已然是我们每个人戒不掉的甜蜜毒药。我们的视野中已经完全被娱乐圈、偶像剧、综艺、微博热搜、网络冲突、低幼化游戏占据了。比较明显的2个例子，一是像新版《鹿鼎记》《雷霆战将》这样的神剧，大家都在吐槽粗制滥造、剧情狗血、表演夸张，但收视率依然遥遥领先。二是马保国的段子，这位69岁的老大爷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太极拳没有让自己火，反倒是一场败仗和几句话让自己成为了顶级网红。这些东西确实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对我们也没有什么价值。微博热搜给购营销团队的钱，想上什么就上什么。百度新闻大多是标题党，不是哪个明星出了新戏，就是谁谁又闹了绯闻，更别说头条之类的资讯平台和朋友圈里疯传的各种推送了。说这些并不是反对适当的娱乐，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让我们喘不过气，再不适当放松自己，那可能要去看心理医生了。你每天下班回家，身体早已疲惫不堪，哪还有精力去学习看书，或者原本有这样的想法，但最终还是被手机里诱人的消息打消了。这其实不能怪你，因为上面也提到过，这些可都是庞大的技术团队和营销团队努力的结果，他们的目的就是引诱你去点击，频繁打开，长时间停留。一旦我们习惯了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刺激，你就很难去做那些高投入低回报的事情了。而且从长期来看，我们的大脑会随着这些习惯发生3种变化：脱敏反应、敏化反应和脑前额叶功能退化。一开始大脑神经在适应了某种感官刺激之后，就会想要继续重复这种感觉。当人继续重复同样的行为，被刺激的区域就会产生耐受性，这就是脱敏反应，表现为当前的愉悦感已经满足不了你了，需要更高强度的、更持续的、更深入的刺激。敏化反应表现为你会对这些让你产生愉悦感的信息更加敏感，这些刺激会更加吸引你。最后脑前额叶功能退化，则是让你控制冲动和预知后果的能力减弱，让人控制不住自己。跟这些相比，学习、阅读、思考这些高成本低回报的行为，谁还愿意去做呢？我们会渐渐地失去这些能力，不愿意去思考，转而依赖新闻媒体帮自己思考和判断。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最后我们聊一聊如何避免被奶头乐式的信息绑架，培养自己的深度思考能力。这里星河总结了3点建议，供小伙伴们参考。1. 坚守奶头乐式信息的获取。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如果每天沉浸在肤浅的信息里，久而久之就会放弃抵抗。所以前期需要我们人为的减少这些信息的打扰，给自己一些空间去思考和处理更有价值的事情。有2个小技巧。1. 大多信息的来源都是手机 APP 的推送，我们可以将手机 APP 的推送关闭，从源头切断，能很大程度的降低我们点开手机的频率，类似于蔡格尼克效应。消息推送之后，我们看了眼诱人的标题或图片，这件事就是未完成的，而我们对未完成事情的记忆力和敏感度要明显高于已完成的事情，所以就想要去打开看完，或者频繁想起这个消息，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2. 将自己手机解锁方式变复杂，或者设置提醒你学习工作的壁纸。手机厂商在解锁手机的方式上，首先考虑的是安全性，其次就是便捷性。他们会尽可能的提升你解锁手机的速度，哪怕是0.1秒。反过来，我们将手机解锁变得复杂，比如设置多位数密码和困难的手势，也能降低我们点开手机的频率。提醒壁纸则同样会起到一定的效果。不要小看这些小的改变，它们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使用手机的习惯，发挥大的作用。2. 设定具体且有价值的目标。缺乏人生目标的人，就像东飘西荡的水上浮萍，缺乏自己前进的方向，缺乏自己生活的意义，缺乏自己存在的价值，不知道自己想获得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美国耶鲁大学进行过一次跨度20年的跟踪调查，这个大学的研究人员对参加调查的学生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有目标吗？其中90%的学生回答有。调查人员又问他们能否具体的写下来，结果只有4%的学生写了下来。20年后，研究人员跟踪当年参加调查的学生们，结果发现有明确目标并且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学生，无论是事业发展还是生活水平，都远远超过没有这样做的学生。他们创造的价值甚至超过了剩余96%学生的总和。那96%的学生在做什么呢？研究人员调查发现，这些人也在忙碌，但他们是帮那4%的学生实现目标而忙碌。所以我们需要问自己这些问题：是否有明确的短期和长期目标？这些目标是否具体？是否正在为这些目标而努力？把目标设定的越具体越好，不要设定我要变富有这样的目标，而应该是我要在5年之内赚到100万，然后合理拆解，尽可能让目标可落地、可执行。
当你有了明确的目标，你就会知道哪些事情对你更重要，你也会专注于那些更有价值的事情。3. 培养深度思考的能力。这里分享2个方法：一、多用脑，保持专注，形成自己的想法，培养自己深度思考的能力。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保持专注，激发自己的想象力，自己先动脑。当遇到问题，首先给自己一个空间，沉下心来，想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背后到底是哪方面的疏漏和缺失造成的。形成自己的想法以后，再去网上查查是否有类似或者相关的情况，他们是怎么解决的，他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什么，你的思路和他们的思路有什么不同，你可以改进的地方有哪些。只要持续的刻意练习，我们便可以形成自己清晰的思路和见解。2. 多读书，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大多时候我们接受的是碎片化信息，比如我们听说了某个概念，了解它的含义，却不知道它的来源和依据。网上的信息大多来源于书籍，所以多读书，我们会深刻的理解某些理论，更好的学到知识，而不仅仅知道概念。有的人收藏了很多觉得对自己有用的信息，但不进行知识体系的搭建，这些零星的信息只能成为一盘散沙。所以构建知识体系，才能将学到的知识用于行为当中。改变习惯真的很难，更何况是反人性的。但如果我们能够多思考一点，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就会变得不同，而这些不同会慢慢积累，细流成河，最终量变引起质变，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人生旅程。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前几天一个朋友突然问我关于恋爱的技巧，怎样才能追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可能是要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的轮番盘问，朋友心里多少有些惶恐不安，想要临时抱佛脚回去好交差。我之前觉得爱情这种事可遇不可求，顺其自然就好，晚点恋爱反倒更自由潇洒。我们眼中的自己往往是这样的，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但在父辈眼里，我们其实是这样的。父辈们每年都重复着善意的提醒，都30了还找不到对象，你张大爷的儿子孩子都会打酱油了，隔壁村王婶的闺女也单着，我看你俩就挺合适的。当然我们每年也重复着敷衍的回答。不过话说回来，父辈们的督促不无道理，因为他们知道爱情其实是可遇也可求的。如果你帅成吴彦祖或者富成王思聪，你大概每天都可遇，你的烦恼应该是如何优中择优，那剩下的99%的普通人还是应该思考下如何可求。显然这样难度系数会高一些，很可能你在生活中和工作中游刃有余，但在爱情里处处碰壁，因为爱情不是单方面努力的结果，它更像是双方的甚至3方的博弈。如何在这场博弈中取胜，单纯靠花点钱用点心不一定有好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做了3年舔狗4年备胎，到头来还是被发了好人卡。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利用心理学效应，让你在爱情这场博弈中取胜，最终俘获男神女神的心。这4条心理学效应可能会颠覆你对感情的认知，但他们确实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渣男总有人爱，为什么付出得不到回报这些问题。1. 富兰克林效应，让对方付出比自己付出效果更好。之前在知乎有一个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快速获取他人的好感和信任？下面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回答获得了惊人的75000个赞。让别人喜欢你的最好方法不是去帮助他们，而是让他们来帮助你。1736年的一天，富兰克林在宾夕法尼亚的议院发表演讲，另一位议员完全反对他的观点，甚至发表了一篇演讲，十分激烈地批评了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有点措手不及，但是又想争取这位议员的同意，怎么办呢？他无意中打听到了这位议员的家里正好有一套非常稀有的图书，于是他十分恭敬地写了一封信，厚着脸皮向这位议员借书。没想到这位议员竟然同意了。1个星期后，富兰克林还书时郑重表达了谢意。几天后，当他们再次在议会厅见面时，富兰克林没有想到的是，议员竟然主动过来打招呼，而且还表示任何时候都愿意为他效劳。从此他们2人化敌为友，终生保持着友谊。富兰克林说，相比那些被你帮助过的人，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会更愿意再帮你一次。这就是心理学著名的富兰克林效应，广泛应用于人际交往中，比如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人脉都是麻烦出来的。当然在爱情里也同样适用，谁付出的越多，谁爱的就会越深。我们可以想一下，你喜欢上另一个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的外貌、品格、地位、财富？其实都不是，而是你的陪伴、关心、思念，你倾注的时间和心血。所谓爱，就是你对一个人付出的总和。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从不断的付出变为适当的索取，调动他为你做一些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只要他为你付出了一定的时间精力，他爱上你的几率就会加大。
2. 韵轮效应，个性独特比完美先生更具魅力。20世纪2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提出了韵轮效应。通俗来讲，就是一个人某种品质给人以非常好的印象，在这种印象的影响下，人们对这个人的其他品质也会给予较好的评价。美国心理学家凯利为了证实韵轮效应的科学性，以麻省理工学院2个班级的学生为对象，设计了一个心理实验。一天，凯利向2个班的学生宣布自己有事离开一段时间，临时请了一位研究生来代课。他向第1个班的学生介绍这位研究生时，将他描述成具有热情、勤奋、果断等品质的人，而向另一班学生介绍时，将其中的热情一词换成了冷漠，其他各项完全相同。下课之后，前一班的学生与研究生一见如故，亲密攀谈，而另一个班的学生对他敬而远之，冷淡回避，仅仅一词之差，效果却大相径庭。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受到韵轮效应的影响，以偏概全地对他人轻下判断，比如通常会认为成绩好的孩子一定品性优秀，漂亮的女人一定举止优雅，富有教养，风度翩翩的男士一定事业有成，家境殷实。在爱情中也是一样，当你和对方2个人不熟悉的时候，你怎样让自己迅速吸引到对方呢？你可能会把自己表现得温存、体贴、绅士，各方面都很完美，但这样做有2个缺点，一是难度高，不易实现；2是没重点，让人无感。这就可以利用韵轮效应，先找到一个切入点，让某一特质打动他、吸引他，让他会爱屋及乌，进而被你身上的其他特质所吸引。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女生对你说你是个好人，你俩基本就凉了，而如果她说你跟别人不一样，就代表有戏。女孩子喜欢一个人，往往并不是这个人各方面都很好，而是因为身上某种独特的点触动了她。3. 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艰难的爱比顺利的爱更牢固。我们都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相爱，但由于双方世仇，他们的爱情遭到了极力阻碍，但压迫并没有使他们分手，反而使他们爱得更深，直到殉情。这样的现象我们叫它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就是当出现干扰恋爱关系的外在力量时，恋爱双方的情感反而会加强，恋爱关系也因此更加牢固。这种场景我们好像在电视中经常看到，什么父母宁死不同意了，男主女主患癌了，出车祸了等等，不管结局是喜是悲，但他们的感情一定是越来越深。现实中也是一样，我身边就有为了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选择私奔，甚至跟父母断绝关系的。这个效应有2个深层原因，一是人都有逆反心理，压力越大，反抗就越大；二是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都是从内外2方面去寻找理由的，如果外界的理由消失了，就会从内部去强化这个理由，这样一来感情就迅速升温了。所以这就需要你在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时候，适当创造一些小困难，让他觉得你们这样的关系并不是轻易获得的，他会更加珍惜，进而对你产生感情。当然，我不建议真让父母故意为自己的恋爱设置一些障碍，那样的话可能会为之后的婆媳关系埋下裂痕，这个度需要自己去把握。同样，你们的感情如果遇到了一些小困难，也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扭转局势，让彼此的关系更进一步。4. 巴拿马效应，反对比赞美更容易被视为知己。如果你对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说，你表面看起来很内向，不善言谈，但我发现你有一颗火热的心，遇到知心朋友，你总会毫无保留地吐露真心，这个性格内向的人一定会觉得你说的对，觉得你懂他。如果你对一个性格外向的人说，你虽然看起来性格开朗，大大咧咧，但我发现你的内心很柔软，你害怕被欺骗，担心被背叛，你希望身边的人永远美好，这个性格外向的人也会觉得你理解他，并把你视为知己。细心的你可能会发现，以上2段描述大致意思是一样的，并非你真的懂他，而是事物都有2面性，用2面性去描述一个事物永远都是对的。巴拿马效应是指人很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并认为它特别适合自己，并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人格特点，即使内容空洞。这个效应有2个很有趣的应用，一个是星座，一个是算命。算命先生可能不知天文不晓地理，但他一定懂人心，他们善于利用巴拿马效应中的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去揣摩对方的内心感受，说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既往判断和未来预言，用词笼统而抽象，都是人生常见的一般共性。求助的人也会放大言语中跟自身切合的点，容易接受算命先生的暗示，觉得先生料事如神。同样，在爱情中，女孩并不需要一个每天赞美她的人，而是需要一个懂她的人，不管是真的懂还是表面懂。你一味的通过表象赞美对方，并不能打动他，因为这样的赞美他可能早就听腻了。而如果你站在表象的对立面，提出反对的观点，你就会是他的知己。试想，你会拒绝一个懂你的人吗？当然，爱情中的心理学效应远不止这4种，还有比如让对方产生恋爱错觉的吊桥效应，让对方按你的期许转变的罗森塔尔效应等等，都可以帮助你在恋爱中抢占先机，处于优势地位。
研究恋爱心理学真的比你说几句土味情话，送几束百合玫瑰效果来得好。最后，祝在看视频的小伙伴们都能够追到心里的那个他。当然还有一点，即便你真的把这些心理学效应运用得得心应手，也不要雨露均沾，因为爱情的神圣不容亵渎。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一节书本之外的社会课，一个陪你成长的摆渡人。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给大家分享一个典型的高富帅的故事。他就是乔舒亚，掌管着150多家店铺，拿着6位数的年薪，有一个美丽的妻子，20多岁就买了名车豪宅，过着财务自由的生活。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他是一个工作狂，一周工作70多个小时，一年工作362天，但是他每天需要服药才能入睡。直到母亲去世，妻子因得不到关怀提出离婚，乔舒亚感到无比伤心挫败。他说，过于追求物质，我不但没有得到幸福，反而失去了真正的幸福。他丢掉了家里90%的东西，最后他生活里只剩下288件物品，过上了极简的生活。他说，我丢掉了90%的东西，生活却幸福起来了。于是他和好朋友瑞安一起写下了这本风靡欧美、被众多人士推崇的极简主义，旨在帮助更多人找到生命的真意。洛杉矶周报评价，这是一本教我们如何终结被物质占领的命运的书。在看书之前，我看了他的 TED 演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中文翻译过来为所谓断舍离。演讲中印象最深的是作为演讲道具的一摞代表成功生活的箱子，包括厨房用品、生活用品、汽车、房子、事业等等。我们总以为拥有的越多就会快乐，有一天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箱子，过上了别人眼里光鲜亮丽的幸福生活，但这些拥有同时也带来很多的压力、焦虑、沮丧。事实是，我们好像更不快乐了。演讲中提到，进行极简主义可以帮助我们看清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也许最终你会发现，抛弃之前拥有的很多物品，只保留最重要的那部分，会让我们更清楚自己真正想追求的是什么。极简主义会帮助我们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比如健康的身体、亲密的关系、持续的自我成长。是的，幸福源自内部，源自内心，源自充满意义的生活。什么是极简主义？很多朋友提到极简主义，可能有些人会陷入这样一种误区，觉得极简主义就是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通通扔掉，然后也拒绝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几个月后觉得苦日子过够了，要放纵一下自己。所以这些人还没有明白什么是极简，就开始为了简而简，最终搞得自己生活非常不便。但真正的极简并非如此，也不是极简主义的初衷。密斯凡德罗最初提出极简主义理念，表述为 less is more， 这也就证明了 less 不是极简的目的， more 才是。而 less 仅仅是为了实现 more 而采取的手段而已。如果只是为了简而简，可能就舍本逐末了。比如我为衣柜极简的过程，目的不是说只留3-5件衬衫就是简，而是要将衣柜中大量为了图便宜、脑子冲动而买下的，事后却发现自己根本不喜欢或者不适合自己的衣服变得 less， 然后让衣柜的空间变得更多，让自己喜欢的占比变得更多，让自己的穿衣认知变得更多，让自己花在衣柜外的时间变得更多，这才是极简生活的初衷。所以真正的极简不是为了过紧巴巴的苦日子，而是去除一切干扰，去过自己真正喜欢的有品质的日子。极简也不是为了拒绝买，而是买优质且适合自己的。极简主义首先是穿过物质的海洋，看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极简是高级形式的复杂，越是高级的东西越是简单，外在形式越简单的东西智慧含量越高，因为它已经不再依赖形式了，必须依靠智慧。乔布斯曾说，我喜欢过极简的生活，并在工作中践行这种极简的态度。从1998年到2010年10多年间，不同场合拍摄的照片里，他永远是标志性的黑色上衣搭配牛仔裤，好像多挑件衣服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有人去过乔布斯的家，在不到30岁的时候，他家里只有一张爱因斯坦的照片，一盏 Tiffany 桌灯，一把椅子和一张床，几乎没有什么家具。这就是乔布斯一生都奉行的少即是多， less is more。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他所认为的重要事业中，而且他在 iPhone 4上把最复杂最强大的功能最简单化，开创了全球智能手机的新时代。直到现在，仍有大部分人认为 iPhone 4是苹果手机的灵魂所在。说到这里， 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的穿衣风格与乔布斯极其相似，基本也是常年不变的灰色 T 恤加牛仔裤。Facebook 员工甚至怀疑我们的老板是不是从来不洗澡。
直到扎克伯格的爱人在 ins 上晒了一张艺术照片，满满一排全是灰色 T 恤加帽衫，这才真相大白，人家不是不换衣服，而是懒得搭配。就是这样的扎克伯格在工作中保持着严格自律，并对极简主义的生活态度自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说，我尽量不做任何对于社会毫无贡献的决定，其实这是基于心理学的理论基础的。每天决定吃什么穿什么这类小事不断重复就会消耗能量，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消耗能量，会令我感觉到自己没有在工作，只有提供最高的服务，将10亿以上的人联系起来才是我更应该做的事。的确，每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去玩游戏刷视频，自然就无心工作学习提升自己，如果花了太多精力与各种人社交，自然就无法专心陪伴父母家人。并不是他们刻意追求极简的生活，而是简单才是效率，他们只专注在自己最喜爱最重要的事情上。极简生活不在于拥有很少的用品，很节制的人际，很精炼的生活理念，而是在于每一个明确的目标，分清主次的生活，每一段逝去的时光都不被浪费。乔舒雅和瑞安也发起了一个30天极简主义游戏的挑战，即在30天时间内每天扔一些没用的东西，第一天1件，第二天2件，第3天3件，以此类推，最后一天需要扔掉足30件杂物，也就是挑战者需要在30天内一共扔掉465件东西。网上不少人接受了挑战，并且纷纷表示刚开始还有点不舍，但越扔越爽，到最后感觉自己灵魂的重量都减轻了。极简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有时候两者相互影响，互为补充。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工作应酬和社会交际中，有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比如跟客户吃饭，虽然可能不喜欢喝酒，但是为了业绩还是拼命管自己。有舍才有得，得到容易，舍去难。有人说到了一定年纪就必须要扔掉4样东西：没意义的酒局，不爱你的人，看不起你的亲戚，虚情假意的朋友。是的，人生实在太有限，不必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上，断掉也许有痛苦，却终将带来更丰厚的回报。日本咨询师山下英子，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杂物管理咨询师，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断舍离。我觉得很好的概括了极简主义生活的内涵：断绝不需要的，舍弃多余的，脱离执念。作者在书中强调，断舍离的主角是自己，而不是物品，核心是让人思考物品和自己的关系。这不单单是不买东西、精简东西、减少社交，而是活在当下的人生整理观。通过将自身所有不需要、不适合、不舒服的东西替换为需要、适合、舒服的东西，从而改善居住的环境、生活的面貌以及境界的提升。它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一种独特的思考法则，甚至是一种心灵的修行术。人生需要留白，你才能够清楚自己最在乎的是什么。心若杂草丛生，尽管家中空无一物，你也跟极简生活背道而驰。极简主义是一个工具，让你摆脱多余事物，更加专注于人生中那些最基本的方面，从而获得快乐、满足和自由。这里星河也给大家整理一些践行极简主义的方法。1. 欲望极简，不要受外在的影响，不盲目，不跟风，了解自己的真实需要，分清需要与欲望的区别，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放在正确的、有效的需要上，比如锻炼身体、照顾家庭、关心朋友、追求饮食健康等。要建立有明确的预期目标，并判断对错及是否适合自己，注意不要被其他的事情所干扰。2. 精神极简，生命实在有限，了解选择专注于1到3项自己真正想从事的精神生活，比如画画、阅读、钓鱼、跳舞等，充分学习提高技能，从物质到信息，从欲望到精神。人生的每一个维度其实都可以删繁就简，集中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只要把最喜欢的做到极致，不盲目浪费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和你想完成的梦想无关的事情可以全部拒绝。3. 物质极简，不买不需要的物品，必要的物品买最喜欢的，并且做到充分使用它，不囤积东西，不用便宜货、次品，将家中超过1年不用的物品丢弃、送人、出售或捐赠，比如看过的书籍杂志、不穿的衣服鞋帽、早前收到的礼物和装饰品等。减少欲望的同时维护环境，欲望总会无止境延伸，这其实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4. 信息极简，精简信息输入源头，减少使用社交网络、即时通讯，少看微信、朋友圈，定期远离互联网，远离手机，避免信息骚扰，不关注与自己无关的娱乐社会新闻。现实世界里人与人的关系值得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至今印象深刻，在2012年7月微信发布 4.2 版本的时候，引导页上的文字：少发微信，多和朋友见见面。5. 表达极简，写东西、说话、表述尽可能简单、直接、清楚，学习减少自己的表达，如果可以，训练自己的表达，训练短时间内抓住重点的能力。不该说的话不要说，不该管的事不要管。6. 生活极简，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崇尚简单慢生活，可以有选择性的去除冗余，
学会拒绝，不做无效社交，更多的时间锻炼身体，学习成长，陪伴家人，同时也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时间去思考。穿着简洁大方，干净舒适，多吃健康食品，远离垃圾食品。7. 工作极简，简化工作任务，明确工作目标，梳理轻重缓急，一次只做一件事，提高效率，做到最好。人心总是不满足的，倒不如主动切断这些物欲，由外而内的让自己回归本真。一旦我们清理了多余的物质，便超越了物质，转向人生中最重要的方面：健康、人际关系、热情、成长和奉献。这5种价值正是生命的真意。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